大家好，我是 Somi。官方终于重新开放风沙94的游戏玩法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利用这个玩法快速刷取资源。要进入这个小游戏，我们需要先切换到多人世界地图，选择风沙94，点击右下方的前往就会传送过去。接着跟94柜台从实箱对话就能开始游戏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94玩法，我们入住之后会有5位访客想进入你的房间。接着需要辨别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并且决定要不要让对方进来。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他们的外观、身上带的物品，或是跟对方对话来看有无破绽。目前大家玩这个主要就是为了快速刷资源，一局耗时大约2分钟左右。只要判断全队一场就能拿3000多的墨玉，还有大量的通宝跟经验值。而且重点是它可以单人游玩，也能3人组队。这等于如果你有养小号，把小号拉进去一起刷，可以快速把每周的墨玉跟通宝刷满。不过要注意，只要不小心放一个坏人进来，就只能拿到保底奖励，通宝墨玉跟经验值会变得超级少。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享怎么快速辨别好人跟坏人。进入游戏后，总共会有3个窗口可以进行互动。我们正常只会用到中间的对话，或是最右边的查看物品。拼速度的话，最左边的观察访客基本上不会用到。访客总共有16种，其中有7种访客是观察物品就能马上判断出是好人或是坏人，剩余的9种需要利用对话功能才能辨别出来。那我们先从观察物品可以判断的7种访客开始。首先是工匠，只要记得他的身上只能有绳子跟锤子，如果有别的任何东西就不要放他进来。坏的工匠身上会有其他物品，例如十字镐、钉子或是工具箱等等。再来是行商，他的身上只能有钱跟货物，如果身上有带刀或是货物破损，就不要让他进来。接着我们看到店小二，好人只会有钱、草药跟3蔬杂菇，身上不能有菜刀或利器，有的话都是坏人。再来是侍女，好人身上只会带花枝、书画跟钱，这里要记得身上不能有银针或其他利器，只要带了能攻击人的东西都不要放进来。接下来是贵家小姐，好人身上带的是首饰、花枝跟钱，身上不能有金钗或其他利器。第6个是僧人，身上带的要是草药、3蔬杂菇跟化缘碗，如果看到他身上有带利器或是全新的碗，那他绝对是坏人。第7个是镖师，他是前面这7种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合理带刀的访客。比较常见的好人会带钱包跟刀，还有芙蓉蛤蜊。另外还有一种好镖师身上带的是钱包跟染血的刀，还有完好的包裹。这种就要从包裹来判断，只要看到破损的包裹或是未知的包裹就别放进来。还有一种坏镖师，一看外表就不像镖师，并且长得不帅，身上会带未知的包裹，这种也别放进来。接着是剩余的9种访客，大部分都是门派人士，这些只看物品没办法判断出来的，我们需要利用对话功能才能辨别真伪。那我先把不是门派人士的这2种讲完。第一个是账房先生，我们需要问他你身上带什么，如果回答的内容里面有提到胡龙，那他就是真的，相反如果没提到就是坏人。第2个是鉴宝商人，我们需要问他你都有哪些货，回答的内容有提到唐朝官窑烧制就是好人，坏人没办法回答出商品细节，会说出应该是等不确定的词汇。接着剩余的7种访客就全部都是门派人士了，我们直接看第3个梨园，直接问他你是谁，这里会建议连续问2次，坏人的对话会不小心说出姑奶奶这个词汇，只要都没出现那就是好人。第4个是九流门，直接询问他老鼠叫什么名字，好人会回答点点，坏人则是回答豆豆。第5个是清溪，这里询问他门派武学，如果回答得出来就是真的，坏人会推脱，一直避开回答这个问题。第6个是天权，这里一样询问门派武学，真的会回答接符刀法，假的会回答解夫刀法。第7个孤云，直接询问他货物在哪里，如果是真的他会说根本没带货物，只是先来谈订单，假的则会回答货物在隔壁。第8个3根天，可以直接询问他你是不是坏人，如果是真的他会回答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黑暗，或是询问门派武学也可以，真的会回答泥泥三垢，假的会回答有错字的泥泥三垢。最后第9个是狂澜，这里也是直接询问门派武学，真的会回答八方风雷枪，假的会颠倒变成八方雷风枪，这里字一定要看清楚。最后总结一下，门派人士这边除了梨园跟孤云不适合询问门派武学来辨别，其他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判断。另外还有一个隐藏机制要补充，当游戏进行到第5位访客，也就是最后1位的时候，他固定一定是好人，绝对不会是坏人。
所以目前有一种速刷法是说只放第2个跟第5个访客进来，其他1、3、4访客全部拒绝。我自己稍微测试一下，第2个访客其实还是有一定几率会出坏人。这招感觉是直接去赌第2个访客刚好是好人，但目前我测试的数据量没有到很庞大，所以我不敢保证这招每次都管用，算是单纯分享这个偏方给大家做参考，大家可以进游戏实测看看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了，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Somi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